她明明是拥有绝世容颜的小姑娘，却偏偏要嫁给50岁的残疾大叔，只因她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直到洞房花烛夜，丈夫解开她的薄衫，才赫然发现她那5厘米的胸毛。面对这难以置信的事实，丈夫拿起煤油灯再次确认，可眼前的一切却是那么的真实。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连妻子脸庞上的络腮胡都根根分明。这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婚姻中受到了欺骗。由于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崩溃的亚伯立马夺门而出，这顿时让罗莎莉悲痛欲绝。可她也是受害者，毕竟这种现象困扰了她将近20年。尽管她一再解释这是天生的，但这份诚恳并未换来丈夫的接纳。可她又收了罗莎莉15000元的彩礼用于还债，因此无法解除婚约。于是她只能劝罗莎莉自愿离开。然而当顾客来临时，罗莎莉不仅热情地上前搭讪，还主动帮忙送上咖啡。这样融洽的场景让亚伯在这一刻意识到自己不该这么做。可惜美好转瞬即逝，罗莎莉本以为自己的让步能让亚伯回心转意，没曾想却换来了更大的羞辱。这言语如同锋利的冰刃，冷酷地割开了罗莎莉对婚姻的美好憧憬，心底隐藏的失望与无奈将她推向了更深的迷茫与孤寂之中。与此同时，亚伯也发现了罗莎莉摘下的戒指，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语或许伤害到了她。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悄悄来到了罗莎莉的房间，看着精致的刺绣，他的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复杂的涟漪。紧接着，他从书本中意外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罗莎莉并不是毛发旺盛的第一人。此刻，一丝愧疚悄然爬上心头，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言行究竟是对还是错。直到次日清晨，他从顾客的口中得知了罗莎莉在郊区荒废厂房过夜的事实。或许是担心她的秘密被曝光，也或许是害怕损害自己的体面，于是他立刻行动，将罗莎莉带了回来，并不断提醒她遮住脸上的胡须。从这天开始，罗莎莉每天清晨都会早早起床，小心翼翼地刮去脸上的胡须，试图维持着那份不被接受的正常。可即便如此，却没有挽回亚伯的心，他依旧每晚往返于镇上的风月场所。这天，罗莎莉在归家的途中，意外听见了农场主与亚伯的对话。原来他在战争中不幸遇难，最后导致终身残疾，而咖啡馆就成了他的唯一支柱。为了挽救店里入不敷出的困境，他努力想要和邻居打好关系，却发现人们总是刻意与他保持着距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顾客的口中得知，原来咖啡馆生意惨淡，都因为农场主明令禁止饮酒。与此同时，他也从报纸上意外发现，人们竟然愿意花费4法郎，只为亲眼目睹满身长毛的龙虾女。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心中萌生。当客人再次来临时，他先是轻描淡写地提出，龙虾女不过是因为毛发旺盛，随即话锋一转，自信满满地宣称她能长出如男人般浓密的胡子。面对周围质疑的目光，他趁机用激将法引起他们的兴趣。Combien 15 francs. Une femme comme vous ne devrait pas dire des choses comme ça. 30 35 40. Pareil tenue. Revenez dans un mois, vous verrez bien. 可罗莎莉的做法却引起了亚伯的强烈不满，于是他强行将她拉到后院。Qu'est-ce qui vous a pris? Comment vous allez faire avec vos dettes? Il n'y a jamais personne dans votre café. Ça fait venir les clients. Les gens sont curieux. Ils payent cher pour voir ce genre de choses. Et au moins je vous servirai à quelque chose. 这一番直击要害的言论，让亚伯不得不正视当前的经济困境。尽管他深知罗莎莉的这一行为会成为小镇的笑柄，但在巨额债务的压迫下，他还是默许了他的决定。不过，这份妥协并未消除他对罗莎莉的偏见，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穿梭于风月场所。随着时间的流逝，亚伯娶了一个怪女子的流言如同野火燎原，迅速而猛烈地传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亚伯深知人言可畏，更不愿让众人知道自己娶了一个怪物，于是他专门找到了罗莎莉。Je peux entrer? Faut que je vous parle. Ouvrez la porte. Écoutez, les gens parlent ici. J'en ai assez, là. Je vais prévenir votre père. On verra ce qu'il en pense. 罗莎莉知道父亲绝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最后在罗莎莉的声声祈求中，亚伯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Faites pas ça. Ils vont nous humilier.
Je les connaissais des brutes. Vous ne mesurez pas le danger. 他怎会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什么？但他更明白，要想真正赢得亚伯的心，就必须从本质上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这或许是唯一的途径。转眼间就到了约定的时间，平时空无一人的咖啡馆却挤满了看笑话的男人，就连一向从不抛头露面的女子也都破天荒地聚集在门口。其实面对未知的结果，罗莎莉此刻也异常恐惧，她也怕那些不善意的眼光，但在简单的祈祷后，她还是勇敢地走下了楼。下一秒，罗莎莉的身影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然而出乎亚伯意料的是，罗莎莉的异样非但没有遭到众人的排斥，反而因为她的独特与自信，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赞赏。Vous vous moquez? Vous êtes belle, Rosalie. 就这样，长胡子罗莎莉意外地成为了咖啡店的招牌，丈夫再也不用担心店里的生意问题。随后的日子，罗莎莉终于完全接纳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也勇敢地克服了那些不善的审视目光。她终于能够卸下重负，不必每天都剃掉那困扰她20年之久的胡须，开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慢慢的，咖啡馆的生意持续火爆，短时间内就解决了亚伯的债务，这也让罗莎莉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她开始规划着重新装修店铺，可亚伯却认为众人只是一时好奇，这种热情终将有散去的那天。而罗莎莉的憧憬却未因此消退，她努力地学着报纸上的宣传方式，还主动邀请了媒体前来合作拍照，将这些美好的瞬间定格成卡片进行出售。然而带来利益的同时，殊不知危险也在悄悄地靠近。上次打赌输掉的那个人心怀报复，趁着醉酒闯入了咖啡馆，企图对罗莎莉进行羞辱。不过幸运的是，亚伯事先觉察到了危险，及时地将那个人扎赶了出去。不料对方非但不收敛，反而羞辱他娶了一个怪物，这顿时激怒了亚伯。于是他冒着旧伤复发的风险，给对方做了醒酒按摩。尽管经历了这次危险，但罗莎莉并没有退却。而令他伤心的是，虽然生意一天天变好，但亚伯心底的那份自尊心始终在暗自作祟。他不仅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还一直坚持让他刮掉胡子。可对罗莎莉而言，他好不容易战胜了心中的恐惧，不用活在面具之下，他再也不想回到曾经躲躲藏藏的日子。至于亚伯，他坚信日益的相处终会焐热他那颗冰冷的心。为了治疗亚伯的旧伤，他每天坚持早起上山为他采集珍贵的草药。与此同时，他的乐观与积极也改变着小镇上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就连亚伯的心底也有了一丝触动。可生活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眼红店里的生意，农场主故意前来找茬，没曾想他竟以咖啡馆卖酒会影响工人第二天上班为由，企图威胁罗莎莉早点关门。面对对方的警告，罗莎莉机智地给予反驳。农场主见状只能悻悻离开，他的不卑不亢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敬佩。但这次的事件也让他彻底与农场主结下了梁子。可生活往往充满了曲折，现实也往往会给人带来戏剧性的转变。罗莎莉的独特魅力竟赢得了陌生男子的青睐，对方便趁着拍照的间隙向她表达了心中的爱慕之情，并劝诫她与其忍受那讨厌的丈夫，不如勇敢地走出小镇。尽管罗莎莉有过一丝心动，但她深知自己已为人父，更相信亚伯总有一天会真心接纳她。于是她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本该在外过夜的亚伯突然取消了原定的规划，决定早早地回到家中。或许是内心的好奇心在作祟，他在深夜小心翼翼地走进妻子的房间。可就在妻子翻身时，他却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最终还是选择了悄悄离开。他这才发现自己依然无法真正接受罗莎莉，但从这天开始，他却再也没有去镇上寻花问柳。可命运的笔触总是充满了戏谑。第二天，当罗莎莉搭讪陌生男子时，却被亚伯尽收眼底，这让他的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嫉妒。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他愤怒地指责罗莎莉钻进了钱眼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不仅怪罪罗莎莉擅自潜入自己的生活，还败坏了他老实本分的名声。这番无理的言辞让罗莎莉的心瞬间碎裂。直到回房，他的心情还是难以平复。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的付出，却换不来亚伯的一丝认可与理解。可他不知道的是，亚伯愤怒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关怀与恐惧。他害怕罗莎莉有一天会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这份不安全感让他变得口不择言。次日清晨，悲痛万分的罗莎莉也许是出于对亚伯的报复，在酒意的微醺下，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只见他脱掉外套，露出大腿，
拍出了当时最前沿的照片。不曾想，照片一经发售，就迅速夺得了男人们的青睐。与此同时，她的美貌也吸引了农场主的注意，于是他趁着酒意偷偷找到罗莎莉表达爱意，却被她果断拒绝。可罗莎莉未曾料到，这不仅直接激怒了农场主，更为自己和家庭埋下了祸根。不久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在农场发生，而农场主竟把责任全部推到了罗莎莉的好友身上。更离谱的是，他故意声称是因女子与罗莎莉喝酒导致的，甚至让教父给小镇上的村民洗脑，将罗莎莉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相信是罗莎莉诅咒了整个村庄。就这样，她瞬间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仅遭到了邻居的白眼，甚至有人偷偷向她投掷剃刀。直到此刻，亚伯还未站在他的身边，他固执地认为妻子拍摄的性感照片才是祸根所在。可他并不知道，这一切其实是农场主蓄谋已久的。随后的日子里，邻居们为了所谓的正义，开始对罗莎莉进行报复，不仅偷偷地砸破了咖啡店的窗户，甚至在门口写上打烊2字，这也彻底激怒了罗莎莉心底的怒火。于是他趁着众人上班之际，鼓足勇气叫住了那个夜晚砸玻璃的女子。然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大胡子竟煽动周围的人对他进行攻击。亚伯见状，试图阻止这场暴行，却被几名壮汉粗鲁地按倒在地。更可怕的是，大胡子竟指示他人毁掉罗莎莉的容颜。就在这危急关头，农场主担心冲突影响工作进度，这才制止了这场荒谬的暴力事件。而在亚伯看来，这只是他的计谋罢了。随后，为了给罗莎莉清理伤口，亚伯特意请来了医生。待伤口处理完毕，医生对她的身体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结果显而易见，罗莎莉就是个女人，只是荷尔蒙失调导致了身体的一系列变化。直到此刻，亚伯才彻底打消了心中的偏见。可命运又对罗莎莉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她因卵巢囊肿的缘故，被判定为终生无法生育。这个结果如同一记重锤，彻底击碎了她内心深处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梦想。夜幕降临，当亚伯再次来到罗莎莉的房间，看着她那伤痕累累的胳膊，他这才知道她之前经历了多少次生与死的挣扎。这一刻，他的心被深深触动。当他无意间看到了罗莎莉珍藏的孩子的画纸，他才明白，原来她是多么渴望成为母亲。由于心中积压的情绪无法倾诉，第二天一早，罗莎莉就逃离了家。但没曾想，农场主又对她无法生育的事实进行了羞辱。随后，他绝望地来到林中的小溪，而此刻的亚伯也紧跟其后，看着罗莎莉用石头刮着手臂上的毛发，他并没有上前打扰，因为他深知此刻任何安慰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一刻，罗莎莉需要的是时间，是空间，是与自己内心的和解。次日清晨，亚伯早早地将罗莎莉唤醒，他拿着剪刀，温柔地为她修剪了胡须。直到此刻，罗莎莉才意识到亚伯的心中已经接纳了她。紧接着，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修道院，并决定认养一个孩子，以此圆了罗莎莉做母亲的愿望。归家后，亚伯再也抑制不住心中久藏的爱意，朝着罗莎莉吻了上去。也正是这一吻，彻底解开了他们心中禁锢的枷锁。随着爱意的愈加愈浓，他们度过了温馨的一夜。转眼间就到了办理认养手续的当天，可命运的笔触再次充满了戏谑。这本该是欢欢喜喜的日子，没曾想农场主竟以资助人的身份再次出手干预。当他拿出罗莎莉那前沿的艺术照时，母亲梦就这样扼杀到萌芽之中。在巨大的压迫之中，罗莎莉想起了马戏团团长的认可与青睐，这也是她自信与美丽的源泉。于是这一夜注定是美好的。梦中她又回到了舞台，尽管台下空无一人，但她依旧自信满满的展现着自己的美貌和舞姿。在这里，她无拘无束，不用刻意隐藏自己。然而幸福的梦境总是太过短暂，父亲的突然出现将她从美好的幻想中猛然拉回现实。醒来后，她还心有余悸，这与生俱来的怪异就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永远横亘在父女之间，将她困在自卑与渴望被爱的夹缝中，连呼吸都伴随着咸涩的隐痛。次日清晨，为了履行对小女孩的承诺，她穿着洁白的婚纱，独自前往农场主举行的慈善舞会。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她径直坐到了农场主的跟前。这一刻，她在无声地抗议着命运的不公，可这份力量却是那么的薄弱。看着女孩在台上唱歌，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那是对梦想的渴望，也是对现实的无奈与悲哀。当慈善舞会结束后，她出乎意外地向农场主表示了感谢。此时会场安静的出奇，随后她优雅地走出了现场，正好碰到了赶来的亚伯，可她却因体力不支跌倒在地。看着那鲜血染红的手腕，亚伯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幸运的是，罗莎莉得到了修女的急救，可当她再次醒来时，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的胡须消失不见。她难以置信，丈夫最终还是剃掉了她。正当她准备向亚伯理论时，没曾想竟看到他将自己推给了老父亲，这也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本以为逃离了父亲的压迫，赢得
得了亚伯的爱，没曾想到头来，他才发现这些都是自己的幻想罢了。这一刻，他受够了世俗观念的束缚。尽管亚伯在后面追赶呼喊，但他的心已经死了。随后，他毅然决然地站上了桥栏。当内心的绝望达到顶点时，他毫不犹豫地跃入冰冷的江水中。所有的抗争与挣扎，最终化为了无尽的遗憾。看着罗莎莉如此决绝，亚伯也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直到此刻，罗莎莉那颗冰冷的心，在生命的尽头才有了一丝欣慰。虽然她未能挣脱世俗的枷锁，但她至少赢得了亚伯的真心。自此，全片结束。影片中，罗莎莉为了得到丈夫的认可，尽管她知道会遭到了世人的嘲笑与排斥，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露出真面目，硬生生地为丈夫和这个家开辟出了一条致富之路。虽然冤枉、排挤、诅咒和其他人的恨意接踵而至，但她还是迎难而上，拥抱自我。可她未曾料到，人内心的偏见就像一座大山，一旦在心里扎根，就很难移开。好多误会和隔阂也由此而生。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无需将自己强行塞进世人眼中的正常模具里，只有真正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活出最精彩的人生。